喂，你还好吗？怎么看起来像没睡一样？桌上怎么这么多杯子？别提了，我整晚都在赶报告，喝了好多咖啡，以为能醒，结果现在反而脑袋像浆糊一样，超想把头塞进枕头里。我不知道啦，就感觉咖啡只让我心跳加速，但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这是不是代表我对咖啡免疫了？嗨，大家好，我是点哥。刚刚阿哲的女友遇到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啊。你以为是自己对咖啡因免疫了，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的真正元凶不是咖啡，而是我们身体的睡眠债。那首先我们要把睡眠想的是身体的银行。每天晚上你需要存入足够的睡眠，例如说8个小时来维持身体的机能。但如果你只睡了6个小时那么这缺少的2个小时就会变成你的睡眠债。那当睡眠债越积越多你的身体和脑袋就会开始发出警告。你知道吗？我以前在睡眠中心的工作经验就曾经遇过一个失眠的患者那因为连续6天每天只睡4个小时，所以他的精神状态就几乎等于是连续3天没有睡觉，所以他的整个反应速度记忆力都大幅下降。这时候你喝咖啡，咖啡因就像是高利贷，它会让你暂时忘记这笔债，但它并没有真正还清它。那当咖啡因的效力一过那股巨大的疲劳感又会像山崩一样来袭，让你感到比之前更累。那这就是所谓的咖啡崩溃。所以要还债首先你得知道你欠了多少嘛。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把睡眠债分成3个等级。第一个等级，轻度睡眠债如果你只是偶尔晚睡1-2个小时你的表现可能只是在开会时容易分心，或者是早上赖床。那这时候喝一杯咖啡确实能够帮你应急。再来是中度睡眠债，如果你经常性的熬夜你可能常常需要第2甚至第3杯咖啡才能撑过下午那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感到脾气暴躁记忆力变差甚至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会打瞌睡再来是重度睡眠债，如果你欠债欠太多咖啡因对你来说几乎是无效，你可能会感到全身无力思考迟钝甚至很可能出现幻觉那这时候的你身体就已经在发出严重的警讯了。所以你的疲劳其实不是对咖啡因免疫，而是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再靠借钱来运作了。既然咖啡不能还债，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补眠。但是这个补眠不是让你一周末一次睡12个小时就好因为你这样做会打乱你的生理时钟。那最有效的还债方法就是分期付款。方法一叫做策略性午睡，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午或者下午时段进行20到30分钟的午睡那这个能有效的消除当天部分的睡眠债那请注意你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你会进入深层睡眠，醒来反而会更累。那方法2叫做周末渐进式补眠，你周末可以比平日提早1到2个小时上床睡觉你用渐进式的方法把欠下的这个债还清那同时也要尽量在固定的时间起床避免打乱生理时钟。除此之外呢，更重要的就是要减少新的睡眠债产生。那这个需要你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譬如说睡前1个小时你就远离所有的蓝光荧幕，那你可以用精油冥想或者是泡澡来放松。第3点，下午4点之后就避免再摄取咖啡因，特别像是手摇饮巧克力、可乐，这些都是隐藏的咖啡因来源。所以下次你感到疲劳的时候别再只想到多喝一杯咖啡因为咖啡能让你的脑袋暂停一下，但是真正能让身心放松的，是为自己创造一个专属的放松仪式。希望这支影片能让你对疲劳有新的认识。如果你也有累积已久的睡眠债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睡眠或咖啡的问题啊，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是点哥，我们下次见。